好，成交！恭喜这位道友获得此宝，请这位道友到交易处领取宝物。这元武国虽小，却有不少阵法和炼器匠师。这拍卖会上，兴许能找到布置阵法的好东西。而且，先出手些东西，探探今日这些来客的成色。诸位客官，现在我们开始竞拍，竞拍价500灵石起。我出1000灵石，1000灵石。我出1200、1200、1500、2000。我出高阶阵法1套，换此灵草。高阶阵法，那可得值几千灵石啊！是啊，这位道友，真的有高阶阵法？有，但还不算完全成型。哎，那谁，你那个就是个残次品，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吧？我出2000。2000、3000、3000，还有喊价的没有？3000一次，3000两次，3000三次，成交！恭喜这位道友，请到交易处领取宝物。诸位客官，我们继续拍卖。下一件拍品。奇了怪了，就是往这儿抛了呀！哎，你有没有看过戴斗笠的年轻人，瘦瘦高高的？先来啊，追！这个阵法真不错。若我能有这么一套阵法，那小动物们就不会进我的洞府了。方才感谢兄台出手相救。帮你呢是有条件的。若是阁下也打我背后阵法师的主意，那就请回吧。前年灵草，你想要吗？云霄阁。云霄是我的名，我姓齐。那株黄金枝是你的，你不是已经卖了吗？谁规定的？我就只能有一株啊。也对啊，那太好了，能否让在下看看？这样吧，你是买卖人，咱们在商言商。你亮出一件这儿的高阶宝物，我就把我的黄金枝给你看。这儿的宝物，兄台没有看上的。好，兄台，请随我来。这阵法画得真不错。这个也不行。这个是……哎，不能碰。是炼器。这些阵法都是你绘制的？我专攻炼器，阵法是另外一个人的手笔。兄台，你稍等一下。
兄台，你看这颠倒五行阵如何？颠倒五行阵，就是刚才爆炸的阵法。刚才爆炸不是因为阵法不行，是我灵石不够，无法充能。我的颠倒五行阵是个半成品，只能发挥1/5的功效。但是即便如此，这也是1等1的防御阵法，抵挡筑基中期的攻击，也是没话说的。师叔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来，吃，尝尝。哎，尝尝这糕点，哎，这好吃。这味道不错啊，比上次好吃啊。别吃了。就是这都没吃饱呢。境地开放在即，按规矩呢，由我们黄风谷保存并使用的岳阳宝珠，是时候移交给下一派偃月宗了。师姐，稍等一下，在移交宝珠之前，我有一件事想跟各位长老商量一下。这不是筑基丹吗？质量差了点儿。哎，我这个好点儿。这2颗筑基丹应该是不同批次炼制而成。没错，浮云子手上这颗是20年的禁地材料制成的。那我这个呢？这颗是近期的禁地材料制成的。虽然都是筑基丹，但是两者的品质相差甚远。相信各位长老也有所察觉，禁地中灵草的数量、质量大不如从前。所以，我代表偃月宗在此提议，此次禁地执行后，将提前进入禁地封闭期，将禁地封禁60年。什么60年？这太长了吧？这太久了。韩大哥，真的是你？汉姑娘，上次太南山谷一别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，没想到你进入了黄风谷。还要多谢你送我的那本书。汉姑娘是来参加棋派会盟的吗？嗯。对了，那个前院啊，有专门给炼气期弟子准备的茶点，你可以去尝尝。那些都是快要筑基的高手，光是跟他们坐在一块儿，我就紧张，还是算了吧。谢谢韩大哥。汉姑娘也要去血色禁地啊？嗯，我大哥旧疾发作，一直昏迷不醒，只有找到血色禁地里的烈阳花，才可以救他。你们那些老祖没法给他治吗？所以，我一定要亲自去找到烈阳花，把我哥治好。唉，死也治了。你对你哥哥真好。我有个小妹，在我离家的时候，她也就这么搞吧。禁地中灵草珍贵，就算5年开启一次，采到的筑基丹原材尚且不够，改成一甲子，那缺的筑基丹怎么补？可不是嘛！就是啊，就是你们偃月宗家大业大，那自然是备了不少筑基丹。可是我们这几派可不行啊，多少弟子排队等着呢。就是啊，筑基丹之所以重要，也是为了小辈考虑。
每次禁地一开，折损的炼器修士几乎近半，这些弟子的性命，诸位长老就不放在眼里了吧？天道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，这心里的慈悲，难道能大过天道？小小的筑基丹，搬上天道了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这看样子，你们黄风谷也是站在严元松那边的。这世上的天材地宝本就有限，有多少的灵草需要经过100年甚至1000年才能成材？近几年各派的弟子剧增，而灵草却是摘一颗少一颗。正是，现在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杀鸡取卵。况且，我听说魔道6宗又有异动，我们更应该避免伤亡，否则他们攻打进来。魔道，几百年了，年年都说有魔道，可除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，又有谁真见过？是啊。少主，少主，咱啥时候出征哎？别总着急啊，这越国旗派里边乱马七糟一锅粥，咱虎了吧唧就这么上了，得折多少人？少主恕罪啊，但是恁姑半个月头里都已经进军讲过了，若是被他抢了先，少主的处境恐怕得更加的不得劲呐。那就是，我姑这人确实虎，但我比较善用巧劲儿，也借这机会给我爹瞅明白了，这鬼灵门以后得给谁。那恁想咋着呀？一动别动，一动不动。少主，不可越过来噻，指定得去啊。咱仨人够了，都咱3个，大军不去了。讲话，这血色禁地也快开门了，是时候让这帮旗派大傻子们忙活起来了。再一个啊，你们俩到那边之后，能把嘴闭上就闭上，人那边说话不这味儿。中，那就是。你们都是各派的老人了，七派如今势力如何，你们心里不清楚吗？比5年前如何，比60年前又如何？哎，正是因为各门派的势力在下滑，我们才更需要到这个禁地多采一些灵草回来，不然这些炼器的弟子如何向上提升锻炼呀？对呀，是啊，总不能害怕牺牲就不去禁地，这不是因噎废食吗？对呀，对呀，我们几个反正不同意。怎么一个比一个轴啊？啊？哎，我是都无所谓啊，只是5年一次赌，这次要60年一次赌，我不知道某些人等不等得急。哎，你说谁呢？我们来个同意啊！请洪福师姐催动岳阳宝珠。师姐，请催动岳阳宝珠。那是什么？岳阳宝珠。看来长老会那边有情况，我先去看看。潘姑娘，一定要从禁地平安回来。嗯，再见。岳阳宝珠是什么呀？诸位长老，有没有发现岳阳宝珠有何不同？这没以前亮了。宝珠没有以前亮了。没错，岳阳宝珠是本门先辈为驱散禁地的迷障所致。宝珠吸收日月灵气，绽放光芒，但你们恐怕不知，每当天有异样，宝珠也会受其影响。日月昭昭，本该是亘古不变，可禁地开启过于频繁，导致灵气日益稀薄，宝珠光彩亦不复从前。这还不能印证我的说法吗？现在明白了吧？啊，来吧，
再商议商议。这血色禁地如此凶险，要不等下次开启，准备充分些再去吧。听说了吗？以后这血色禁地要改为60年开放一次，这下要拿到筑基丹，恐怕更加困难了。是啊，可要不突破筑基期，这寿元也就100-200年，再来一个60年，那莫不是要等到老？要不这次咱就去吧，去的话问问表姐，她去咱就去。不用问了。那姓陆的去，表姐肯定也要去。但是这一次改了规则，去的人肯定比以往要多，咱们务必要小心行事，别因为这个丢了性命，那就不值得。好，那快走吧，他们都在这报名呢。走。如果再开，就要等60年。向师兄。不是说这个报名血色禁地的在这集合吗？我走，咱俩来，咱俩。会不会通知错了呀？你们都在等谁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师祖。拜见师祖。来的人还挺多。哎，你们都做好送死的准备了吗？啊？不是我吓唬你们啊！我们黄风谷弟子数千，筑基的有多少知道吗？不过100人。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筑基丹稀少。不光如此。还因为炼气与筑基虽然只差1阶，但是境界却相隔108000里，所以啊，有很多人都会像你们一样，都想进禁地碰碰运气，结果呢，白白丢了性命。别说筑基了，连活下来都是奢望。所以啊，若是你们没有拿出必死的决心，老夫奉劝你们赶紧回去啊，以免你们的仙途到此为止。那当然了，若是听到老夫的话，你们依然有决心，可以站出来，我看看都有谁。快点。哎，你们这13个人是不是已经听到禁地再开要等60年的消息啊？啊？可以呀，挺聪明。咱们黄风谷此次进禁地有15个名额，现在还有2个。我，哎呦，这么大岁数能行吗？我可不想再等60年呢。可以理解啊，那还差1个名额。这样吧，我数3个数，1，嚯，会抢跑了。你一个炼气11层的也敢去送死啊？禀师祖，弟子资质差，没那么多时间等60年，望师祖成全。不错，有个性，我喜欢，啊，就是资质差了点啊。行了，你们这些人回去吧，啊。师叔，我也要去。早干什么了？先回去啊！想去，等60年之后那波。 60年后我都120岁了，师祖。再给个机会吧，师祖。师祖。
后面还有考核和训练呢。啊，万一哪个淘汰了，你们就有机会补上嘛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啊，快去！我们好幸运。嘿嘿，听听，不容易呀。哦。勇气乃万事之始啊！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过了老夫的第一关。谢师傅。血色禁地不只是一场寻宝之旅，更是一场关系着我黄风谷在七派中的地位，足以左右门派未来的战斗。为了能让你们都能活着回来，我要好好的训练你们。此行万分凶险，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，以免在禁地内断送了性命。禁地内天气恶劣，变化无常，还有各种崎岖的地貌，不少人在进入禁地之初，便被这恶劣的天气折磨致死。你们要记住这几种药草：地髓枝、紫猴花，还有天灵果。这些都是筑基丹所需要的重要的药材。禁地里会有各种妖兽出没，想要顺利取药，就得先过他们这里。要是打不过，可就成了他们的腹中餐了。禁地中的各派弟子大体分为3类。第一类，实力较弱的，就像你们其中的有一些人，要么是被逼而来，要么就是心怀侥幸。这样的弟子，往往活不过第一天。第二类人，修为虽然不弱，但也算不上顶尖高手，其中不乏有一些投机取巧之辈，不去好好采集灵草，反而还想利用杀人夺宝的手段牟利。但是到了第3日，第2类人中的佼佼者，便会在禁地中自动的销声匿迹，不再现身。这时，便轮到第3类人了。师祖，第3类人是？第3类人是懂得保存实力、隐藏实力的那些家伙，终于出手，各显神通。师祖，那您说了这么多，到底哪类人活下来的最多呀？自然是第3类，真正的高手。错，是第1类。啊，第一类人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能进禁地的哪一个不是身怀绝技啊？但若是不够谨慎，再厉害的人，也只有身死道消的下场。而那些实力最弱的呢？因为早早认清了现实，反而能够成为最容易全身而退的人。藏巧于拙，用晦而明。没想到，当初莫大夫教我的一切，在修仙界依旧适用。当然也有，碾压花刀屋，碾压上莫灵兽山，巨剑门，横扫巨剑门。好了，经人可嘉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活着回来最重要。是。岳阳宝珠是本门先辈为禁地之行所制，它不仅可以绽放奇光，还可以克制各种迷雾毒障。血色试炼中啊，有一个宝物，叫岳阳宝珠，光如日月。就是因为它在血色禁地中太过好用，被其他6派集体声讨。我们偃月宗不得不将宝物献出，成为7派共有之物。禁地之行后，原执掌宝珠的一派就要交出此物，只是今年又回到了我派手中。 7派约定，只有在第4天才能打开岳阳宝珠。那师祖，是不是到了第4天，采集灵草就更方便了？恰恰相反，岳阳宝珠未出现的时候，你们暂时是安全的。当岳阳宝珠一出现，你们就要注意躲藏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出现就是杀戮的信号。 你想一下，如果你是花了3天，结果什么灵草都没采集到的人，在剩余的有限时间里，你会做什么？杀人夺宝。
现在我要将岳阳宝珠交给你们其中一个人。燕如烟，弟子定不辱使命。近来身体如何？有没有再发生晕倒的情况？多谢师父关心，如烟好多了。自从入宗门之后，心口旧疾就再也没有犯过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大意。我找了些古籍，想要根治你的病，需要找一位按灵根修士，阴阳调和。多谢师父关心。如烟现在一门心思只想修行，还不想婚姻之事。师父让我留下是有正事吧？此次血色禁地让你带队，把岳阳宝珠托付给你，是有件很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办。什么事？人都到齐了，已在屹立外接营。哎，三位叔父，你们说现在那些正赶来与我会合的旧部，是不是心情都很忐忑呀？毕竟当年副帅不让我去军中，我与他们并不相熟，甚至大部分人连一次面都没见过。哎呀，我之所以被叫做琅琊王，是继承了我副帅的爵位。我能有千军万马来迎，是因为我副帅的军威。可这些都与我没有关系。哎，你们说那些人见了我现在的样子，会觉得我配得上琅琊王3个字吗？也罢，好日子算是到头了。叶子营全体将士听令！是。从今日起，叶子营归队琅琊。琅琊，琅琊，琅琊！拜见王爷。诸君这些年辛苦了，我很高兴。既然诸君今日能够在这里，我一定不能辜负诸位。是时候告诉天下人，我们回来了。琅琊军回来了，请诸君告诉我，那里是何处？天启，天启！此去天启，要让这天下再看看我们琅琊军。琅琊军临，再镇北离！再镇北离！再镇北离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从未认输，也从未离开。800里加急！慌慌张张干什么？军报！叶小英起兵叛乱，统领琅琊王旧部往天启城杀来啦！萧瑟这小子果然全部预料到了。圣上昏睡过去了，这一睡又不知道是几日。这琅琊军一路北上，势如破竹，这些驻军们根本就无法阻拦他们。可父皇偏偏此刻病倒，这一切真像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棋局，而我们都是被困在其中的棋子。那你可想到什么办法了？我派姬雪过去了，他应该很快就会见到萧凌晨了。你想让姬雪去说服萧凌晨？你说，若此刻萧凌晨说不打，会有什么变故？他会被我的父亲绑在马上，灌上哑药，就算压着，也要让他去上战场。你说的对。那你为何还让姬雪去寻他？但是我要知道他真实的想法。这北离的月亮，不如我们海上的月亮好看啊。怎么不如了？
我们海上的月亮又大又圆，这北离的月亮呢，看着有点血色。你觉得呢，积雪姑娘？你还认得我？当然认得，毕竟你生得这么好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跟着你跑，你做什么我做什么。但是你好像只喜欢跟着他现在叫萧瑟。怎么，他派你来的，想劝我退兵？那你会退吗？自然不会啊！我必定马踏天启，直指泰安殿。这真的是你真实的想法吗？我父琅琊王萧若风在上，赐萧凌尘句句真心。东邪，萧凌尘这个人你还记得吗？自然记得，这小琅琊王自小住在军营当中，染了一身草莽的习性，每次大宴的时候站在贵族中间，一点都没个皇室贵族的模样。几日之后，这个一身草莽之气的小琅琊王便将登上帝位了。此事真的这般容易？还差最后一步。哈哈哈，哈哈，不差了。看来王爷对我很有信心呐。看你笑那样，本王和大剑让你做的那些事情，你可办妥了？我已经说服我师父卓心公公，他老人家愿意为我们出山。哎呀，可费了我好一番口舌呢。你师父卓心是上代5大剑中唯一还在世的，由他做接下来的事情，最为合适。不过还有一样东西，朝中百官相迎的亲笔联名手书，已在身上。那个最重要的人，也已经写下了他的名字。这般顺利，看来琅琊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杀来天启，已经把朝中百官杀破了胆了呀。但我有一件事情，觉得略有蹊跷。你是说蓝月侯那边？据大剑所知，王离天军的虎符一直在蓝月侯手中，如今琅琊军近在咫尺，200里外的王离天军应该迅速调入天启城中才对呀。萧楚河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皇叔莫要着急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好，我给你时间，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久？如今秦王令已发出，其他2军何时支援天启？3日之内便能到达天启，但琅琊军只需2日。如果我们现在把王离天军召进城内，只需抵抗1日，便能等到援军，到时候内外联手，便能平定这场叛乱。真的会这么简单吗？为什么2军来支援的速度如此巧合，不快又不慢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？好，我再等你1日，1日之后，我会亲自率人出城，去迎那王离天军。多谢皇叔信任。殿下，藏明虽然看不见了，但也能感受到殿下心里十分烦忧。刚刚得到消息，蓝月侯依然没有去传王离天军。王离天军的李将军已经发了3份军报，也没有得到入城的许可。这王离天军反而更着急了。他们自然着急。不入天启，他们就要正面迎上琅琊军。王离天军已经10几年没有打过1场仗，如果正面对抗，
只会被打成肉泥。殿下，你说此事会不会是永安王那边安排的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永安王自幼便长在琅琊王的军帐之中，与萧凌晨、叶笑英都交好，而且蓝月侯现在明显是站在他那边的，不让王离天军入城，而让琅琊军轻易攻城而入，是否会是他的打算？你会杀了千百人，只为救一个人吗？这要看救的那人是谁了。他是琅琊王，受万人敬仰的护国英雄，也是老六最敬重的人。如果杀一个人能为他翻案，但这个人若是无辜的话，他也不会这么做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会觉得手上沾上一滴不义之血，便是玷污了琅琊王，所以他更不会以天下人为代价。王离天军不出兵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觉得此行不可。不下了，怎么说我的棋也算是得了阿爹的真传，就是下不过你。你呀，就是太急了。有的时候不要着急认输。虽然这棋局看上去败相尽显，但也只靠一步棋就能反败为胜，神转。我怎么看不到啊？我也没看到。这外面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你们居然还在这里下棋，这要是被蓝月侯知道了，怕不是要被气吐血。哎呀，若依姐姐，萧瑟就是喜欢故弄玄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呀，肯定早就有主意了。这次你可说错了，你看这棋局，就跟现在的天下一样，一团乱麻。我见到萧凌晨了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他这次来就是要马踏天启，直杀太阳殿，而且还是当着他父亲的在天之灵发的誓。没了。他最后还说了一句：“我萧凌晨身负琅琊王之血脉，又岂有后退之理？你萧楚河承袭琅琊王之衣钵，又岂有不战之理？”完了完了完了！他之前看起来像是跟我们一伙的，现在看来是要跟我们不死不休了。身处险境，方可绝处逢生。神转之棋，我找到了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据我所知，是没有的。他人呢？为何不自己来见我？他说怕侯爷听了拔刀砍他，就先溜了，去白小堂那儿了。怕我砍他？我明白了，他和叶笑英和萧凌晨是一伙的。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为何要这么做？萧瑟说：“求您信他。”信他？这要错了，可全完了。可就算对了，也不一定会赢啊。蓝月侯已离城而去。亲自去传唤王离天君，看来他终于是忍不住了呀。殿下，龙邪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我觉得如今我们做的这件事情风险很大，很多事情都可能变得不受控制。首先，琅琊军进城，我们便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；其次，
如两军联手，仍不是琅琊军的对手，当如何呀？哼，打仗本来就是一场赌博，在离桌之前，谁也不知道结果。但有的时候，就是得搏一下。我萧雨从小到大想要的东西都是靠自己抢来的，我不怕输。守军，天启城就在眼前了。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叶师叔，距离我看到这样的天气已经很久了。不久，不过是大梦一场，苍龙梦醒，便该震侯。师叔，你的这些话是我姨告诉你的吧？昔日叶师叔征战沙场，叶姨白衣剑舞，堪称绝世啊。你不在了，但那白衣还在。诗诗，你能回来，我很高兴。师叔，那两支军队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出现？我已经做好要大战一场的准备了。哎，别着急，那些躲在阴暗处的人，可不敢现在出来对抗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攻下天启，那些人自然就会出来，到时候再打一遍就是了。师叔说的有理，不过都是些蝼蚁一样的货色。哼，我可等不及他们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君临天启了。君临天启，军队的军，还是君王的君？现在是军队的军，以后或许就说不准了吧。走。哎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夏神医，夏神医，陛下，你终于醒了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战场上的号角声啊！长青，长青！陛下，外面发生了什么？回陛下，琅琊军已经在天启城外了。终于还是来了。殿下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圣上醒了，还请殿下速去太安殿会合。醒了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可是蓝月侯并没有把王离天军带回来，城中只有一些守城兵跟禁军。你说蓝月侯会带着王离天军去哪儿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蓝月侯打算在城外直迎琅琊军，那无异于以卵击石，毫无胜算；第二种，蓝月侯自知没有希望，弃城而去了。不，还有种可能。萧楚河想故意引开蓝月侯，他想和叶笑英以及萧凌晨联手。那琅琊军岂不是能毫发无伤地进入天启城了？不会。虽然没了王离天军，但禁军、虎贲郎以及天启城的一众高手还是会重创琅琊军。好，我们去泰安殿。殿下，此时何不避其锋芒呢？不。今日这一场好戏，我是必然不能错过的。若我发出令箭，就带他入宫，有他相守，千军万马也杀不了我。
从前只在书本上听到过战场上的号角声，如今亲耳所闻，只觉得书中所描写，无法传达这号角声之悲壮、之恐惧、之雄迈的分毫啊！小徒弟，我可没你这么淡定。我没有那般诗情画意，我只知道，我们快死了。死在琅琊军的铁骑之下了。说来讽刺，我幼年时听书，只听得琅琊军守护北离安定，那可是天神下凡一般的存在，受人敬仰。可如今，不过，师傅，徒儿我可不会让你死的。我这就带你离开皇宫，咱们无官无职。琅琊军应该不会为难我们的，啊？你确定？放心吧，萧瑟让我们去个安全的地方，有司空姑娘保护我们。哼哼，天启城本是一座军城，易守难攻。哼哼。我们琅琊军要几日可攻入此城啊？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这座城中最大的战力就是王离天军。虽说这支军队战力不强，但其天机弩阵却非常适合守城。所以说，就算是咱们琅琊军，也得花上2日的时间来攻下。那若是不惜代价，那便1日。这也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原本会以为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攻城大战呢，这就投降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怕其中有诈？是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。先打开城门，让敌军进入，最后斩杀旗手，以退其军。在一场毫无希望的死战中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，所以说，不能排除他们做了这样的计划。现在城门大开，我们难道因此要畏首畏尾吗？斩杀敌手，本王就在这里，项上人头就在这里，到时来取啊！出城！撤！20万大军，就这么杀到了天启城下吗？是凌晨带兵吗？回禀圣上，还有大将军叶小英陪伴其旁。凌晨是个心善的孩子，跟他的父亲一样，至少天启城不会有损伤。传令下去，不要有无谓的冲突。我们在这儿等他。圣上，秦王令在圣上昏睡的时候已经送出，此刻应该退守剑阁，等待援军到来。20万大军，就算退守剑阁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下面，这都是北离的良将，我们退守，他们就要去死战，要让他们死在这无谓的战争中吗？无谓。当年我父帅每次得胜归来之时，就会这样行着我，慢慢地走在这条街道上。所到之处，路人皆是跪拜行礼，眼中全是崇敬之情。
可他们现在连出门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很多人都已经不一样了，这座城也不是曾经的天启城了。自打我父帅死的那天起，天启就已经死了。世侄，那些人现在应该聚在泰安殿等我们。那让他们再等一会儿吧。将军也请稍等我片刻，我去趟太庙。去。国师，你有何打算？顺天命。那天命会站在谁那边呢？许多年前，他曾经站在琅琊王那边，可是他自己放弃了。就算千人临世，也抵不过20万雄师啊！太叔爷，凌晨，是我，太叔爷。你回来了，很好啊。太叔爷真的觉得很好吗？若逢背叛谋逆，太庙里不会供奉着他的名字。明天就会有了。太叔爷，请给我一炷香。列祖列宗在上，凌晨今番回来，必替我萧氏皇族平清叛乱，重塑皇祖朝纲。保护殿下！国师自幼疼爱我，放心，他不会杀了我的。一别多年，小友可好？不好啊，吃的也不好，睡的也不好。倒是自从踏入这天启城之后呢，开始觉得有点好了。哪里好？能杀我想杀之人甚好。你和你的父亲很像，但你父亲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是因为我的父帅当年遭遇那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年轻，而我很年轻，我还有机会可以犯错。有的错犯了可以回头，有的错犯了，便可能是这辈子所犯的最后一次错了。那国师，你说，当年我父帅死在法场上，他有什么错呢？琅琊王没有错。是啊，有错的人是明德帝。那他是不是应该付出代价了呢？国师，我父帅那样的人，或许几百年才出一个，万人敬仰他，可我不想成为他。
楚河，父皇，你自小与凌晨一起长大，届时要大义相劝。萧氏一族不可发生内斗。我与若风这辈子的恩恩怨怨就到这儿结束了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定当守护天启，守护萧氏一族，守护父皇。楚河，哼，笑话！不知七弟觉得我哪句话是笑话？我听闻蓝月侯前一日去了你的府中，第二日便离城而去了，说是去迎王离天君，可至今未归。我还听说，天启城城门大开，迎琅琊军入城，也是蓝月侯提前下的令。我看你和蓝月侯根本早就和叛军串通一气了，要把这天启城拱手让人呢。想不到七弟常居府中，消息还如此灵通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让琅琊军与那王离天军血战，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杀到天启城中，踩着那天启城民的尸首，一路杀到泰安殿，再把我们这些萧氏皇族杀个干干净净。好让那上军与下军坐收渔翁之利是吗？全军戒备！终于还是进来了，琅琊军。开宫门，圣上，不许无谓的损伤。我在这儿等他。开宫门！真像啊！周儿，凌晨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哼，虫二哥，嘿，你眼睛看得见了？是，只是没想到，复明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看见你起兵叛乱。我叛乱了吗？我怎么觉得我是回家了呢？这是谨言跟卓心公公。卓心公公是上任五大监唯一存活之人，不得皇命，不得擅离皇陵。卓心公公为何来此？不奉皇命，擅离皇陵，当斩！重塑朝纲。我有龙凤卷轴在手，先皇帝亲笔撰写，还不立即跪拜？快！哼，拿着一封不知真假的卷轴就想让我们下跪，卓心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
先皇龙凤卷轴中所写名字，乃琅琊王萧若风。明德帝萧若锦忤逆夺位，当年强迫琅琊王撕毁龙凤卷轴，最后登上皇位。吾等5大剑这些年忍辱负重，终得此封龙凤卷轴，故重塑朝纲，正萧氏皇族之大统，迎琅琊王之子萧凌晨回天启，废明德帝，立新皇。混账阉人，胡说什么？上面有玉玺之印，先皇亲笔所写，岂能有假？当年我琅琊王叔亲口在殿前当着众人之面呼出的是我父皇的名字，岂有逼迫之意？再有，就算是逼迫，当年你们5大戒为何坐视不管？重儿，莫急，让他说下去。吾等受先皇恩赐，今日定当还天下之清白。我手中有百官联名上书，愿拥护大统，重整朝纲。前辈，公公，琅琊王殿下，公公今天亲自来一趟，是准备看我荣登大宝吗？正是。龙凤卷轴在此，愿琅琊王殿下亲口宣布，谁才是真正的萧氏大统，北离正主。诸君，你们可想看我打开此卷轴啊？愿琅琊王殿下兴起龙凤卷轴。诸君，你们可想看我登上此王座，称帝北离？愿琅琊王殿下即刻即位，称帝北离。众将士，你们效忠的是我琅琊军的军旗，还是这北离的皇旗？公公，你可想凌晨今日亲启啊？恭请殿下。萧氏皇族纵横战火40年，予以开国，历朝6代，传世123年，国运昌隆，万国朝拜。我萧氏皇族之大统，岂是他一个阉人定之？逆贼，当斩杀！逆臣已伏诛，还有谁想前来送死？怎么样啊，萧瑟？
那么，萧楚河，方才撕毁那卷轴的气势可还霸气吗？我可是想了很久了。我派鸡水去找你，你为何不直接回我，非要湖州说上正义的？这样才有气势嘛！我萧凌晨身负琅琊王血脉，岂有后退的道理？你萧楚河继承了琅琊王的衣钵，又怎有不战的道理呢？所以面对那些要祸乱朝纲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战，不退。